苏婉，别装了，画押，退婚。本宫多看你这丑八怪一眼都觉得折寿。楚叶哥哥，你别这样凶姐姐。姐姐虽然误用了劣质之分毁容，但毕竟是尚书府嫡长女啊。您这样退婚，姐姐以后还怎么嫁人呀？嫁人？就她这副尊容，扔给路边乞丐都嫌倒胃口。白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本宫堂堂大楚楚君，岂能让这种满脸家疤的废哲做太子妃？大楚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户部尚书嫡长女，被继母下药，还被这妹妹毒烂了脸。太子是吧？你这丑八怪，莫不是疯了？苏婉，你是不是毁容把脑子也毁了？本宫说我要跟你退婚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姐姐，你就别硬撑了，签了退婚书，妹妹这里有50两碎银子，你拿去买点好吃的。闭嘴！退婚是吧？我同意。不过什么？哦，你是觉得我同意的太爽快了，伤害了你那可悲的大男子主义自尊心？你放肆！春桃，小姐，去账房给我把算盘拿来，拿不来最大的那把，我就把你卖了去挖煤。好一个苏婉，本宫倒要看看你今天想跟本宫算什么账。第一笔青春损失费，我与殿下3岁定亲，至今18岁，这15年里失去了结交高质量男性的机会，这就叫机会成本。15万两白银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什么机会成本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钻进钱眼里了吗？还敢骂我是小三？绿茶闭嘴，大人谈生意，没有你插嘴的份儿。凑个整，一共是10万两黄金，不收银票，只收现银或等价的硬通货，地契房契也行，但要在市价基础上打8折。太子殿下，结账吧，钱一到位，婚书马上给你，咱们钱货两清，概不退换。那几乎相当于大楚国库1/10的岁数。这丑八怪怎么不去抢？苏婉，你疯了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这泼婆给我拿下！拿她的手强行画押，本宫就不信治不了一个废柴。强按头，行啊。殿下莫不是忘了，这门婚事可是当今太后娘娘当年亲自指腹为婚的。这块盘龙玉璧就是皇家的定亲信物，没有我心甘情愿的画押，没有我亲手奉还这块玉璧，你那退婚书就是一张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。你那些皇帝们就会拿着太子忤逆太后草菅人命的折子，把御书房的门槛踏穿，用区10万两黄金买断这桩你急于摆脱的麻烦，保住你那摇摇欲坠的储君之位。到底是谁赚了？殿下难道没我清楚？姐姐，你怎么能拿太后娘娘来压殿下呢？殿下心系天下，钱财都是用来赈灾济民的。这里有50两碎银子，是妹妹攒了半年的，姐姐拿去买些好吃的吧，就当是妹妹求你，别再为难殿下了。50两，苏白莲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身上这件雪山白狐裘市价都不止500两吧？拿50两来装什么大善人？穷逼就别出来学人家谈恋爱，没钱还学人家包养太子。殿下，你看他。好，不就是钱吗？本宫给你，这是京城最大的汇通天下钱庄的10万两黄金建票集兑的金票，还有京城朱雀大街最繁华地段商铺的地契，现在全给你。拿上你的脏钱，把退婚签歇了，把当年的定心勤务交出。
殿下真是爽快人，早把钱拿出来，咱们哪还用得着伤和气嘛？苏婉，你这个粗鄙不堪的市井泼妇，你一辈子都只配做个烂脸的丑八怪。我们走。拿着钱又有什么用？被我的化骨粉毒烂了脸，这辈子都完了。看我明天怎么来羞辱你！小姐，您疯了吗？那可是太子殿下啊！您怎么敢敲诈他？这要是让老爷知道了，非把咱们打死不可啊！谁稀罕当太子妃？每天跟几百个女人在后宫里勾心斗角，为个男人争风吃醋。我苏婉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：搞钱，然后买个海岛当咸鱼，每天睡到自然醒。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个妨碍我搞钱的面子问题了。春桃，别嚎了，天塌下来有你家小姐我顶着。现在，小姐我要交给你一极其重要的任务。小姐，你要干嘛？去，到后院去给我砍一筐柳树皮来，要新鲜的。啊，柳树皮那是喂猪的呀。让你去你就去，顺便去大厨房偷一罐最烈的烧酒，再弄点炭火和几个干净的陶瓷罐子来。记住了，要悄悄的，别被人发现。小姐，您这到底是在熬什么药啊？好呛人啊！这不叫熬药，这叫乙醇提取法。乙什么？柳树皮里面含有一种叫做睡阳精的物质，在现代，这种东西是神药阿司匹林的前身。而在化妆品领域，它可以水解成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——水杨酸，脂油性有机酸，能够深入毛孔深处，溶解那些堵塞的油脂和废旧角质。同时，它还具有极其强大的抗炎、杀菌作用。小姐，您说的这些词分开我懂，合在一起，我怎么觉得像是在熬毒药啊？您可千万别想不开，毁了自己啊！闭嘴，看着就是了。苏白莲这脂粉里的重金属并没有腐烂我的真皮层，它只是跟皮脂腺反应，形成了一层结痂，看似吓人，实则内里完好。对付这种烂脸，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要用水杨霜溶解掉连接处的细胞桥队，直接给这张脸来个物理剥壳。春桃，拿着灯。刷霜有风险，操作需谨慎。古代没法测浓度，只能这样了。小姐，别动！这是酸液在溶解坏死的角质桥突，杀灭葡萄圈菌，疼就对了。搞定，春桃，睡觉。明天早上等着见证奇迹吧。姐姐，你醒了吗？妹妹今天特意带了京城最好的百草堂的大夫来给你看看脸。天哪，姐姐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皮都翘起来了，是不是彻底烂透了？大夫您快看看！喂，真造孽啊！大小姐脸算是彻底废了，赶紧拿草席裹着扔去城外庄子吧，免得冲撞了府里的贵客。春桃，端盆温水来，再把我枕头底下的那个小木盒拿来。来了，小姐。
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脸不是被毒烂了吗？大小姐，这是仙女下凡了！怎么，很惊讶？多读点书吧，好妹妹。这只是最基础的，加点色彩互补的光学原理罢了。你那点毒的段位，在我眼里连个细菌都不如。回去告诉楚烨那个人渣，退婚是他这辈子做过最赔本的九脉。以后就算是跪在尚书府门口求我，他也高攀不起我。我倒要看看，那个贱人拿着太子的钱，能搞出什么名堂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是尚书府的二小姐，未来的太子侧妃，你们敢拦？春桃，告诉楼下那位妹妹，咱们严无双的规矩。我家老板说了，严无双实行黑金会员制，概不接待散客。想进这个门，行，交1万两白银验资，成为初级会员方可入内。姐姐，你就算穷疯了，也不至于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钱吧？1万两？你这店里卖的是王母娘娘的仙丹吗？你怎么不去抢国库啊？我穷不穷，不劳你操心。我只问一句，1万两，你掏不掏得起？你掏不起就带着你身上那股子廉价猪油杂着劣质香精的味道，滚出我的高级定制空气，别污染了我的风水。好，1万两就1万两，本小姐倒要看看你这破店里到底卖的什么鬼东西。要是拿不出值1万两的东西，我立刻去顺天府报官，封了你这黑店，定你个招摇撞骗之罪。验资通过，二小姐请进。5万两白银，就是巴掌长大一盒粉底膏。苏婉，你这毒妇想钱想疯了吧？什么狗屁深海绞杀砖，大楚最好的百草堂粉底也是用纯正铅白调配的，你这玩意儿写着无铅无毒，糊弄鬼呢。既然你们觉得我是糊弄鬼，那今天我就给你们这些土包子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化学打假。春桃，上道具。苏白莲，你不是说百草堂的粉底最好吗？你今天脸上抹的，应该就是百草堂最顶级的飞电雪吧？是又如何？这可是用最纯正的铅白秘制的。你干什各位看好了，这是我提炼的特殊试剂，只要遇到铅，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，生成极其恶心、剧毒的黑色物质——硫化铅。
这叫硫化氢。你们天天往脸上糊这种重金属毒药，时间长了，铅毒渗入血液，就会导致长黑斑、料脓烂掉。我之前的脸就是这么烂的。我的粉底摒弃了所有的重金属，采用物理离心技术，从深海鱼类的肝房中提取纯天然的角鲨卵油脂。它不仅能完美贴合肌肤，更能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。越化妆，皮肤越好。5万两买你10年不烂脸，贵吗？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苏老板，给我来3盒，不，给我来10盒。春桃，维持秩序，每人限购1盒。想买第2盒的，去门外拿号。敢闹事的，直接拉入黑名单。闪开！大内侍卫办差，闲杂人等退避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家老夫人今日要包场。抱歉，本店概不包场。大胆！你可知轿子里坐的是谁？就算是当朝宰相，也得乖乖让路。我不管轿子里坐的是谁，想进门交1万两验资，任何人无权清场。拿下！住手！跪下！你就是被太子退婚的那个苏婉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拦哀家的路！老夫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不仅手背如此，脸上、身上也都是这种红肿溃烂吧？这是极其严重的重金属铅中毒引发的全身性剥脱皮肤炎。太医院那群庸医用虎狼之药强行镇压，这叫医源性2次损伤。你有办法治？别人治不了，但我能。免费深层排毒，治好后，这001号黑金至尊卡您收下，当我的靠山。从今往后，严无双哀家诏了。李公公赐牌匾，赏千金。老奴遵旨。严无双彻底在京城权贵圈封神了。苏婉，你这个毒妇，还我脸来！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说用了咱们的粉底毁容了。哦，碰瓷的来了。不是啊，小姐，带头的是太子殿下，他带着整整1队持刀的京兆印官兵，把咱们店给围了，连门外的招牌都被砸了半边。小三和渣男的报复，比我预想的晚了3天。小姐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太子说要封店抓人呢。慌什么？我做生意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茬。去，让人搬张太师椅，再抓把瓜子，端壶茶。走，咱们去开个新闻发布会。街坊邻居评评理呀！这严无双卖的粉底液简直就是剧毒啊！苏婉，你这利欲熏心的毒妇，仗着太后娘娘的宠信，
竟敢售卖毒装毁人容貌！今日，本宫就要替天行道，封了你这间黑店！人证物证无俱在，这次苏婉就算长了100张嘴，也说不清。呸！楚叶，你这群演一天给几两银子啊？哭得太不走心了。左边那个大姐，你眼药水都滴到下巴上了。死到临头还敢油嘴滑舌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把苏婉给我拿下！这就是你们银无双的盒子，少说也得1万两。大姐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严无双实行的是黑金实名制吗？狡辩！这盒子难道有假？休听他妖言惑众，立刻查封店铺，将这毒妇打入大牢！慢着，你们自己闻闻。这就是劣质猪板油，廉价劣质香精，还掺了大量的滑石粉和铅粉。你雇人来砸场子，连造假的技术都这么烂，我真替你的智商感到着急。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说那是假的？凭什么？凭科学。各位看好了，假货为了让粉料凝固，使用大量动物油脂，不溶于水。而我严无双的极光粉底液采用的是现代水包油乳化技术，丝毫没有揪断一般。原来这才是好东西和毒药的区别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我严无双的琉璃盒底部有雷射防伪纹路，而你找人仿造的这个破烂玩意儿，底部平的就像你那没长脑子的猪脑壳，你造假都不舍得下点本钱吗？这分明是恶意造假陷害苏老板！放肆！放肆！刁民，都给本宫闭嘴！来人，给我砸！把这店砸个稀巴烂！把苏婉抓活的，本宫要让她生不如死！那是什么？玄甲铁骑，摄政王。皇叔。你想干嘛？喂，你干嘛？耍流氓啊！你很像。你放开我！你有病啊你！除了他，谁敢进这个房间？杀无赦。呼吸粗重，
眼底红血丝密布，这是严重的植物神经滚乱。小姐，您在写什么呀？写合同。钱太后送够了，我们要特权。我已经睡了整整4个时辰。醒了，睡得挺香啊，呼噜声差点把我房顶掀了。你胆子很大，敢让本王睡在这毫无防备的地方，不怕本王杀了你？杀我？杀了我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继续做个几天几夜合不上眼，最后把自己活活逼疯的神经病了。看看吧，如果觉得没问题，签个字，按个手印。协议？放眼大楚，还没人敢跟本王谈条件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。第一条，包月治疗费；最后一条，玄甲居无偿为严无双及其喷店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庇护。谁敢来砸店，等同于砸摄政王的床板。你凭什么觉得本王会答应这种荒谬的条件？就凭技术垄断。你闻了我身上的天然提纯姜油才能睡着。在这个时代，现在你捏在我的手里，1万两白银加点香料，买大楚摄政王的命，这笔买卖你赚翻了，签吧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技术垄断！本王活了26年，第一次见到比本王还要狂妄的人。香料和玄甲菌，本王给你，但你最好祈祷你的特效要一直管用，不然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慢走不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搞定，这可是大楚最硬的保护伞。小姐发财了！西域进贡的那些极品香料，内务府全给咱们送来了，说是摄政王亲自吩咐的。这售后服务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？小姐，这可是国宴啊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呢。你懂个屁！国宴等于公费应酬，应酬就得加班，还没加班费。去，当然要去，我是去搞文化输出和招商引资的。春桃，把内务府送来的西域香料全搬过来，还有我让铁匠铺打的玻璃管和蒸馏瓶，洗干净。利用水蒸气蒸馏法，沸水产生的蒸汽穿过香料舱，带出微小的芳香精油分子，蒸汽进入冷凝管，凝结成液体。上面那层黄油就是高纯度精油，下面是纯露。纯精油太浓且易挥发，我们需要核心溶剂。我反复提纯的90%以上浓度的乙醇。香水有前中后3个调，利用的是不同香料分子挥发速度不同的物理原理。柑橘分子量小作为前调，玫瑰分子量等作为中调，檀香分子量大作为后调，余韵悠长。极光之夜完工。哈哈哈哈！大楚皇帝陛下，这便是我西域的天仙舞和迷情香。听闻大楚地大物博，但今日一见，大楚的女子妆容寡淡，毫无动人香气，实在无趣至极啊！放肆！区区蛮夷，竟敢口出狂言！你说大楚女子妆容寡淡？姐，你干什么？借你这张脸用用。春桃，上工具箱。真正的顶级化妆术叫骨相化妆法，利用光影明暗对比原理，深色收缩，浅色膨胀，人为制造阴影，重塑骨骼立体度，高光提亮，增加折叠度。站起来转一圈。这怎么骨头好像长高了？光学欺骗罢了，这叫审美降维。你们西域的香提存技术太垃圾。此香利用酒精高挥发性，能在3个时辰内呈现3种截然不同的味道。我们大楚不是不会玩香，而是你们那种大杂烩般的垃圾技术，我们大苦人看不上。好一个看不上！哈哈哈！苏老板，这枪水朕要了，重重有赏。你之前说的资源交换，本王觉得
你这香水确实不错，但本王现在想要的不只是睡觉了。陛下，这苏婉，本王要了。明天，本王会让人把聘礼抬进演无双，谁敢拦，死！本王说你要嫁，你就得嫁。你的极光之夜，效果不如你身上的香。本王要长期买断你的睡眠陪伴权。大楚的江山，本王都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是本王的。你疯了吧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？咱们签的是商业资源互换协议，不是卖身契。放肆！苏老板，怎么跟王爷说话呢？神经病！把人当安眠药说的这么清新脱俗，你还是头一个。想得美！本老板不提供色情服务。陛下，我今天可是立了大功，您的奖赏还没兑现呢。赏苏婉解国宴之围，扬大楚国威，特封为正三品上府女官，掌管后宫及内务府一切胭脂香料采购研制，赐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亩。谢陛下赏。程头，收拾东西，咱们下班回家数钱去。疯子，简直是个疯子！小姐，王爷虽然脾气坏了点儿，但长得那是真俊啊！而且他连大楚江山都愿意给您，您怎么还不乐意呢？你懂个屁！他那叫爱吗？他那叫严重的心理疾病依赖。我是去给他当安眠药的。万一哪天我的精油对他失效了，他狂躁症一犯，第一个掐死的就是我。我赚了这么多钱，凭什么要被关在王府的深墙大院里，天天伺候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？春桃，别数了，去库房拿几个最大的皮箱，跑路里跑着火车跑。那疯子明天就要来送聘礼，再不走，我就真成大楚的王妃了。可是，咱们的店怎么办？店留个空壳子给他们玩去，把之前蒸馏出来的那些高纯度洋甘菊精油、薰衣草纯露全带上，还有我那套玻璃蒸馏仪具，这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快点，船家开船去江南。终于自由了！去他妈的摄政王！去他妈的宅斗宫斗！江南的帅哥们，你们的富婆来啦！啊，小姐，咱们真的就这么跑了？万一王爷发现……江南水乡，我来啦！跑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楚第一首富，演无双的老板，连夜带着金山银山跑路。苏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大楚境内所有的驿站、码头、船只，都归谁管？你跟踪我！你逃去哪里，哪里就是大楚的皇宫。今天就在这江面上，洞房花烛。小韩，你大爷的！唯独你身上的味道，能让本王安静下来。神经病，那只是物理镇静作用。你放我走，我把配方给你。不行，本王只要你。
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前方水域出现不明战船，堵死了去路。是江南曹帮，似乎冲着苏老板来的。你抢了别人最大的财路，别人能不找你拼命？谈判，在商言商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合作伙伴。前面的船听着，把那个叫苏婉的娘们交出来！这位大哥，想必你就是曹帮雷帮主吧？江南商会出了10万两白银买你的命，今天老子非宰了你不可！10万两，江南之门商会可真是一群抠搜的穷鬼。雷帐主，你替他们卖命赚个刀口舔血的跑腿费，眼光未免也太短浅了。放屁！不赚商会的运费，老子几万帮众吃什么？如果我把你变成盐无边在江南的独家物流商呢？不仅运费翻倍，每年再给你1成干股分红。此话当真？我苏婉做生意向来一诺8金，而且这位是大楚摄政王，有他在，咱们的生意就是合法的。雷帮主，你是想做一辈子水匪，还是做名正言顺的皇商？好，老子信你一回，以后在江南没人敢动你苏老板。你很聪明，不仅化解了危机，还白白得了一条香料水路。商业共赢罢了。小姐，您这几天都在弄什么呀？王爷看您的眼神都快要吃人了。别理他，男人只会影响我搞钱的速度。这是江南特有的水芙蓉，花瓣极其娇嫩，普通的正梳法会破坏它的香气分子，所以我采用了冷浸法。冷浸法，油脂能在低温下缓慢而完整地吸收花瓣中的芳香精油，每隔24小时就要更换一批新鲜花瓣，这样反复吸附30天，油脂吸饱了香气变成香脂。然后呢？然后用高浓度酒精对香脂进行萃取，酒精会溶解出精油分子，最后酒精挥发，得到最纯净的绝对精油。这可是我为江南贵妇们准备的终极杀器——芙蓉玉颜精华液。就为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你把自己关在屋里3天3夜？你干嘛？放下，这很贵的。协议第1条，你要负责本王的睡眠。你现在把自己熬成这副鬼样子，要是猝死了，谁来给本王治病？我猝不猝死关你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小狠，你个疯狗，放我下来！闭嘴，去睡觉。什么时候把你脸上的黑眼圈养没了，什么时候再来碰这些破瓶子。我的精华液，你别给我摔了！小姐，这颜色这么淡，包装又素，能卖出去吗？这叫高级感。江南贵妇天天用重金属超优的劣质脂粉，皮肤早就屏障受损了。这透明试酸可是补水王炸。不懂，不懂就干活。今天可是咱们的首秀，请遣送到了吧？不好啦！江南商会也办品香会，还请了名妓柳如是，大家都跑去看热闹了。周家，不好了！原本答应要来的夫人们，半路都被截胡去了品香会。一群土包子，敢跟我玩截胡这一套？春桃，带上新产品，去会会这帮江南地头蛇。各位夫人，这凝脂露能让大家青春永驻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来捣乱我们商会的品香会？
千百水银化石粉，还有廉价猪油和劣质玫瑰香精，这分明是一瓶加了香精的毒药。我叫苏婉，京城盐无双的老板，也是太后娘娘御用的理疗师。诸位夫人莫慌，今天我来就是给大家送解药的。这是芙蓉玉颜精华液，冷净法提取，含透明质酸，1秒吸收。好清新的味道，涂在手上凉凉的。售价5000两白银1瓶，今天只带了10瓶，限购1瓶。江南的美妆市场今天起姓苏了。发财了，小姐，咱们发财了！才卖了10瓶而已，瞧你那点出息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整个江南的贵妇圈都会为之疯狂。你倒是在这儿逍遥自在。本王听说，你今天却砸了江南商会的毯子。怎么，王爷心疼了，要替他们出头？江南商会背后的水很深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不准踏出这盐无双半步。凭什么？你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？就凭我是你的男人。感动本王的女人，江南商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属下在，把放箭的人连同他背后的主子剁碎了喂狗。等等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可持续发展？我这摇椅值80两银子呢。人可以打残，但千万别打死。把地契和账房钥匙搜出来，我明天去算总账。按他说的做。慌什么？知府大人马上就去查封他的盐无双。哟，胖会长，昨晚睡得可好啊？3天，我会让你们引以为傲的中低低端市场彻底崩溃。雷虎，我们走。把10个灰倒进水里，搅拌，小心烫伤。把熟石灰水倒进草木灰水里，发生负分辨反应。过滤后把强碱水倒进猪油锅。大功告成！哈哈哈哈！各位街坊邻居，今日商会大酬宾，上好的早豆原本10文，今日只要3文。跟我打价格战，我拖死你！你让本王出来，就是为了站在这里给人看。
帮个忙嘛，王爷的手那么好看，不用来做广告可惜了。晚上我给你多加2滴安神柚叶。对面的早稻3文钱一盒，很便宜。但是这种用豆粉、猪胰脏粗暴混合的东西，不仅有股难以掩盖的腥臭味，洗完还会让皮肤极度干涩，甚至起皮。你胡说！几百年来大家都用这个。那是以前你们没得选。今天，颜无双推出全新基础洗护产品——水芙蓉精油氨基酸皂。这是什么？看着像糕点一样，好香啊！王爷得罪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种重度油污，普通的早稻搓破皮都洗不掉。我的天哪，一洗就白了！首发体验价不要100文，只要1文钱。1文钱，他疯了！小姐，咱们今天一共卖出去了8000多块香皂，收的铜板堆得像小山一样。这只是引流款，真正赚钱的是回头来买咱们高端精华液的贵妇。苏婉，你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，竟然敢拿本王当戏子使唤！王爷息怒嘛，这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？哼，你今天利用本王赚了这么多钱，本王是不是也该收点报酬了？小韩，你给我起来！这是我的房间。不起，你这屋里比那什么安神药酒好闻多了。本王今晚就在这儿睡。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给我回你自己的天河2号房去。你再这样，我明天就罢工，让你继续失眠到抓狂。苏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整个江南的脂粉市场现在都在本王的玄甲军保护之下。没有本王，你以为那个胖会长会那么容易把10家铺面吐出来？你以为曹帮雷虎那种亡命之徒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当打手？所以呢，这就要我以身相许？想得美！本王对满身铜臭味的女人没兴趣。老实坐着，当个人形安神香，别吵本王睡觉，否则本王现在就把你扔出窗外。萧寒，你大爷的！算了，就当屋里拴了只哈士奇。快，都轻点，别吵醒了苏老板。什么情况？小姐，你醒啦！春桃，这屋里怎么搞得跟要成亲一样？你发财了？是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微服私访来江南了。太后娘娘听说您和王爷昨晚在一个屋里待了1夜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夜命人把这套房布置成了新房的样式，还说让您赶紧和王爷生个小世子，他老人家好抱重孙子。小寒呢？那个疯子去哪儿了？王爷一早就去前厅迎驾了，现在正陪着太后娘娘喝茶呢。走，等我换好衣服就去前厅。哀家的眼光果然没错，这苏婉艺术高明，还是个不可治好你的失眠症。寒儿啊，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个能治你病的女子，你可得抓紧了。哀家还不指望在闭眼之前。皇祖母孝训的是。萧寒，你是不是又在太后面前胡说八道了？谁要跟你成亲？谁要跟你生子？大胆苏婉，竟敢在太后娘娘和摄政王面前如此放肆！无妨，苏丫头啊，过来，到哀家身边来。老夫人，您别听他瞎说，我们就是纯洁的老板和保镖的关系。行了，哀家是过来人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他的脾气我最清楚，他若是不喜欢你，怎么可能大半夜赖在你的房里，还允许你在他头上动土？哀家不管你们是合作还是什么，总之哀家认定了你这个孙媳妇，这门婚事我做主了。我不嫁，我还要赚钱呢。一入侯门深似海，我才不想去王府里当个笼中鸟。谁说让你当笼中鸟了？
本王的王妃想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，大楚境内的所有资源，只要你想要，本王都给你弄来。谁敢阻挡？玄甲军直接踏平他的9族，这算不算是中级投资？稳赚不赔的超级买卖，绝对垄断特权。那如果我不想生孩子呢？本王只要你，其他的随你高兴。好，这门婚事我接了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。聘礼，我要江南所有名贵花草的独家采买权。另外，给我建一座大楚最大的化妆品加工厂。准了。罢了罢了，只要你们肯成婚，哀家什么都依你们。不过，哀家这次来江南，除了看你们，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苏丫头，你来看看，这上面画的东西。冰火莲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哀家年轻时在一本西域古籍上看到的奇花。传说这种花生长在极寒和极热交界之地，百年的花瓣不仅能让人容颜永驻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解百毒。寒儿这些年带兵打仗，身中多种奇毒，虽然都被太医院暂时压制，但毒性早已深入骨髓，这也是他狂躁失眠的根源。苏丫头，你的医术和制香之术，哀家是见历过的，哀家恳求你一定要找到这冰火莲，治好寒儿。老夫人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能让人容颜永驻的仙草。不过，根据这生长环境的描述，这种植物体内很可能含有极其罕见的天然抗棉因子和高活性生物钻。如果能用现代工艺提取出来，确实有可能彻底中和王爷体内的陈年毒素。放心吧，老夫人，既然我接了这单生意，就没有我治不好的病。冰火莲的线索有吗？江南第一大门派飞花剑阁的禁闭。原本本王打算直接带玄甲军踏平飞花剑阁，把东西抢过来。不过，既然现在有了王妃，不如就按照王妃的规矩来。我的规矩？兵不血刃，商业收购。飞花剑阁听起来很有钱的样子，抢劫多粗鲁啊！咱们要玩就玩高端局，走，咱们去给这群练武的莽汉上一堂生动的资本运作与商业垄断课。苏老板，我救济你是摄政王的人，但你这胃口也太大了！100万两白银，就想买断我飞花剑阁后山那片极寒极热之地？你当那是卖菜的吗？火气别这么大，容易长皱纹。100万两买你们一片几百年都没人进去过的破山头，那是给你们脸了。阁主，这女人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让属下教训她。教训我？白阁主，看来你们飞花剑阁不仅脑子不好使，连账都不会算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算过了，你们剑阁上千号人，每天吃喝拉撒，再加上购买兵器、治疗伤药，一年的开销至少在10万两白银以上。而你们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收取周围城镇的保护费，满打满算，一年也就12、13万两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这群每天喊打喊杀的莽夫，其实是个典型的重资产低利润、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垃圾企业。那又如何？我们飞花剑阁立派100年，靠的是剑法。剑法？剑法能当饭吃吗？昨天江南暴雨，你们山脚下的几百亩良田被淹，损失惨重。我听说你们连这个月的利钱都发不出来了。你胡说！我现在出100万两，不仅买你们后山，还要收购你们飞花剑阁51%的股份。意思就是以后飞花剑阁我说了算。飞花剑阁宁可战死，也绝不受你这妖女的侮辱。结阵！苏老板，这群家伙要拼命了，王爷怎么还不出手？不用他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本总裁今天就给你们上一堂生动的物理超度课。不管什么暗器，都破不了我的护体真气。我的眼睛，好了，好痛！你用了什么药法？这叫高浓度辣椒素萃取液。我用纯度95%以上的酒精浸泡了江南最辣的魔鬼椒，只要轻轻一按，就能世间刺激黏和剧烈咳嗽的天然武器。这手段比他们严绑砍人还要狠毒啊！春桃，给白阁主洗洗脸。等等，我欠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
这就是你们说的极寒极热交界之地，地理学上的奇迹啊！地下很可能有一条活跃的岩浆带，旁边又有一条地下冰河。找死！搞定，老夫人的任务完成了。发什么呆？你不是自诩聪明吗？连条蛇都防不住。这可是原始森林，有守护神兽很正常，好吗？别慌，这是正常的排毒反应，他体内的毒素已经被彻底中和了。我好了。当然，你以为我严无双的首席技术胶是吃干饭的？本王的病好了，大楚的江山也稳固了。这块印交给你。你不是喜欢搞钱吗？整个大楚的国库以后都是你的提款机。你不是喜欢海岛吗？本王立刻下令把东海最大的岛屿赐给你，建一座比皇宫还要豪华的行宫。所以，苏老板，你愿意收购本王吗？大楚国库提款机，东海行宫，稳赚不赔的买卖啊！好，这单生意本总裁接了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说。以后不准随便吃飞醋，不准干扰我的商业决策，还有每天晚上必须给我暖床。准了。不仅暖床，本王还要连本带利的收回这9个月的利息。